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留言，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我们交流一下。当然，别忘了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雷倩，倩姐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另外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 大家好。还有军事战略专家邱世兴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们，这个礼拜的焦点还是锁定在中东啊。我们都知道，美伊协定好说这个停火2周的期限，下个礼拜4月22号这一天就要到期了。上周末呢，美伊双方的谈判，我们知道最后是没有结果。这个范斯，美国的副总统呢，他是无功而返。而第2轮的谈判传出在20号这一天会继续登场。美伊的局势会不会陷入加萨模式啊？就是打打停停。但如果真的是如此，川普恐怕是不乐见。几个周末前呢，那么在美东时间4月16号这一天，川普在白宫发表最新的声明，他宣称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放弃核武野心，并且强调美伊双方达成全面协议的时机，他说非常近了。而他也强调呢，如果协议在巴基斯坦的首都就是伊斯兰马巴德完成签署的话，他本人甚至可能会考虑亲自出席。但是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又报道呢，说五角大厦将会在未来几天向中东增派数千名的兵力，包括布希号的航母上面大约有6000名的士兵，还有在航母旁边护卫的几艘战舰那也有约4200名隶属于全狮号2栖戒备群以及上面搭载的海军陆战队特遣队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士兵，预计在4月底会抵达中东。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重点在于说呢，如何处理伊朗境内的浓缩铀是目前美伊双方在协商上、谈判上的一大分歧。美联社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今天中午特别看到了。中国大陆方面呢，就是传出提议可以监管保存伊朗的浓缩铀，而有分析指出，如果这个提议美伊双方都同意的话，有可能让现在的僵局出现转机。先请教倩姐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吗？就是让美伊双方现在都有一个台阶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创意的建议，但是在美国方同意的机会，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小的美方不太可能同意，因为跟他们原先的战略目标不太一样，并且呢，也跟他们现在对国内的主要叙事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若是答应了这一个由中国监管的提议，那么美国国内的叙事就要全部重做。对，那目前你可以看到美方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在跟他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目标现在通通改了，改成了核武资。那有没有核武能力，是他之所以能够继续用军事去进入核武资的主要的叙事。是，所以这核武能力跟浓缩铀既然是主要叙事，那么美国最后还要军事介入的正当性，以及它整个的战争的最终结束，这个 end game 都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所以显然不会是他容易接受的。现在卡就卡在一个是浓缩铀。那刚刚您提到说，这个是原先当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行为，就是战争行动的时候呢，他特别讲说，他的战略目标首要的就是要解决伊朗的核能力那但是第2轮马上眼看着现在传出说20号要进行谈判，您觉得第2轮双方又会再往哪个目标继续的推进？因为现在包括了我们提到的这个浓缩铀的部分，美国说20年嘛，那伊朗说5年，双方在那边喊价。后来还有一个2年，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多，就是20跟2年中间的差距。就第2轮谈判，您觉得会谈出个什么结果吗？你如果看到现在特朗普的作为的话，他就是很快的希望去宣称他完成了第9个和平跟第10个和平，对，把战争结束所以他希望能够有用英文说就是 off ramp， 能够下车下这个高速公路的形势是非常明显的。可是呢，你仔细去看的话，他必须要把荷姆斯的情况控制住。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方面呢，荷姆斯是它的重中之重，浓缩铀是它的主要借口在这2个的取舍中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JCPOA 就是以前的核谈判，其实就是川普自动退出的，他自己退出。以前所答应的那些条件，比现在在桌上的条件并不差。所以说他总是有一个叫做他最后的一个可能的 fallback position，就是到了 JCPOA。
可是呢，荷姆兹的状况立刻就会经过它的金融传导链，到了它很重要的，就是在石油的期货一路到了在华尔街以及美国国债，就是美国的美元、美债跟美股的这个市场，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捍卫的能力会更强，所以要能够无论是象征性的或是实质性的去控制荷姆斯海峡的未来，对，创造一个新常态，而这新常态是以美国为至少是共主的，它也许不是唯一的可以处理的。现在提的都是共管。美国在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新常态呢，对于它对美元、美债跟美股的作为来讲是非常非常明显。所以说，这个应该是美国在真正谈判的时候底下所交换的东西。表面上交换的当然是你前面的那个理由一定要去处理到，所以核右要去处理，但是真正的荷姆兹是它的重中之重。您看到这个谈判前夕哈，这好像大家说又来了，是这个在一方面说我们要达成这个谈判协议了，然后呢时间快到了，可是一方面又增兵，另外又是在极限施压，为这个谈判做预备，是吧？对，他现在是在一种压力型的谈判，就是极限的压迫式的，压迫对手的一个谈判，所以它还是美国的那个叫做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嘛，现在是谈判 through strength 啊。那么在这个压迫对手的谈判中间呢，军事的实力、海军的实力是他们现在最常讲的。不光是赫格塞斯讲了，连白宫的米勒也出来讲说，美国的海军实力是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这个霸权的基础。所以他现在做的呢，就是在控制谈判跟一边是控制冲突的节奏，一边是控制谈判的态势，创造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最多筹码的谈判态势。所以这个应该叫做冲突压力型的谈判。对，这个跟在加萨或者是跟那个黎巴嫩的情况都完全不一样。那两个部分呢，不会外溢到全世界。而荷姆兹跟金融传导链是非常短的。昨天我在一个兵推里面，那些人讲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几天几个月，我们在讨论几秒钟，它就会传导到全世界的美元、美股、美债。对，所以现在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啊，您又怎么看？因为民主党这边认为哈，说以色列跟川普那这时候美以发动的这场军事行动哈，没有经过美国国会的授权程序，而根据的这个美国宪法啊，这个宣战权应该是属于国会的。当然我们知道最近的众议院呢，他们否决了民主党的这个提案哈，那所以来自国会的压力，您觉得对川普会形成什么样影响吗？这个我想两位都很清楚，应该是2个月之内他要得到正式授权，否则他就不可以。就60天嘛。对，但是他在过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即便是国会施压了，他也可以转个弯。对，就好像在关税谈判一样，他就转个弯。所以我认为国会的压力对于川普来讲，只是一个路上的路障而已，他随时可以跨过。Ross 也这么认为，国会的影响不大。真的不大，因为这个提案没有通过，然后很多人还是对这个相关，不管是宪法或相关的70年代的相关决议，对，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有一个重点，即使通过国会，总统也可以不理，那国会没有办法了。其实我们看最近的因为关税议题就是这样，你跑去法院告总统的话。最终法院会说这个是政治议题，我们不能介入了。那国会唯一的方法是不拨预算给军方，对，哪有敢啊？而且目前2院还是共和党多数的，所以川普也知道这件事情。那当然，对川普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国会2院通过决议支持他这次行动，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否决也没有通过，也是对川普来说是 OK， 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结论就是没效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会影响到川普的军事行动就对了。OK， 好，你提到这边呢，我继续请教你哈，因为有人说这个也是没效啊。我们要说的就是呢，除了现在川普特别强调说美伊马上就要达成协议了哈，他也告知全球说，在他的居中斡旋以下呢，以色列跟黎巴嫩正式同意停火10天。而川普也强调说呢，他跟黎巴嫩总统还有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分别都进行了非常顺利的通话，他形容是非常顺利啦。那为了实现两国的和平呢，这2位领导人也同意在美东时间16号下午5点开始呢就停火10天。但是根据
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14号他们在华府会商的情形来看，因为现在看到的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表态了，他说呢2个重点，第一个，以色列呢这次呢打黎巴嫩呢就是为了要彻底的解决跟解散真主党。第二个就是以色列会透过实力达成持久的和平。当然，真主党就谴责这个会谈呢根本就是投降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说现在在停火的10天，可是以色列跟黎巴嫩似乎还有得打。纽约时报的独家也说呢，以色列最近放出信号说就算现在的冲突结束，也计划要占领以色列目前打下来这个他们说要缓冲区的大片土地。好。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停火10天马上就要到了，停火10天之后，你觉得接下来是继续打吧？如果不是近期之内继续打，那时候会打。只要真主党还在，只要真主党还是一个拥有武器的武装团体，那早晚会再打。所以你觉得就是继续打就对了，只是先停火10天。不一定是在将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但是如果真主党不放弃他们武器的话，那早晚还是会再打。为什么呢？因为真主党，我看他们的历史啊，他们定期就会开始攻击以色列北部了。虽然很多以色列人是不喜欢内塔尼亚胡，连今年选举他能顺利连任成功是一个问号，但是对于处理真主党这个问题，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团结。好，所以你觉得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比照占领加萨，然后呢实质并吞在黎巴嫩现在他们所打下来，号称是要作为缓冲区的大片土地，而且是长期占有，是这样子。如果以色列占领一个缓冲区的话，在 Lebanon 的南部的话，这个是会有多数以色列人的支持，其实其他的国家也会支持，因为他们知道有2个选择。那第一最理想的选择是真主党放弃武器，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以色列就要保护国家，就有这个方法。那以前以色列是占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缓冲区，那你觉得后来有撤离了？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这次打黎巴嫩，你说以色列嘛？对。是国家安全，这个很简单。好，国家安全，邱老师觉得呢？以色列号称是要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应该这样说，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之间的纷争其实已经很久了。那我们就简单说，就是其实这个决定不令人意外。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争里面，推翻伊朗的政权没有达成目的，拿掉伊朗的长程弹道导弹的能力没有，拿掉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目前还卡关，也还看不到。那对纳坦雅胡来说，他必须要对国内有交代，尤其是以色列军方，所以他必须要在黎巴嫩南部发起另一波的攻势。那其实我补充一下 Rose 刚刚讲的，就是当然纳坦雅胡或者是以色列目前都宣布说他们要比照加萨的方式去占领黎巴嫩南部，但我必须要回到真实的情况跟现实的情况。如果做得到，就不需要说出来。没错，事实上就是整个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损失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进展也非常的不如原本的预期。所以前2天纳坦雅胡才跟以色列国防部跟以色列参谋总长一起到黎巴嫩南部去，实际上现场去看。那真主党并不是一般的武装团体，真主党是一支军队。那我们只能继续观察，但我对这个附带的，就是在跟伊朗的停火，然后现在衍生出来，以色列跟黎巴嫩在华盛顿谈这停火的10天。那其实你跟黎巴嫩政府谈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黎巴嫩政府管不到真主党。但是我们从目前真主党所发布出来的讯息，我们知道真主党尊重这是黎巴嫩政府跟以色列达成的协议，所以真主党也停火。目前情况大概这样。就是我要回应一下邱老师，因为他刚说是黎巴嫩政府是管不到这个真主党。其实如果黎巴嫩中央政府下决心，我们终于要处理这个问题，
美国会支持你觉得处理得了吗？其他的国家，波斯湾国家钱给黎巴嫩政府都会到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直以来黎巴嫩中央政府不敢。那如果他们真的下决心，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为了我们国家，这个不是不管以色列的事，不管美国的事，为了我们国家好，我们要处理这个非法武装团体的话，其他的国家通通都会支持。所以邱老师也是觉得10天到期之后会继续打。目前看起来应该跟以色列跟真主党的形势，必须要跟整个中东稳定的形势一起看，因为整个美国跟伊朗的情况，如果要停火的话，伊朗一直坚持哈马斯的问题，那真主党的问题必须要一并解决，所以现在这两个东西不能脱钩看。那我认为在朝着局势缓和的情况底下，真主党会退让。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聊。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来关心，在这次的美伊对抗当中，似乎也出现了一种这个不对称战争的新剧本啊。怎么说？因为根据《金融时报》呢，在右边我们看到他们所公布的卫星照片啊，说这个伊朗击落或造成损伤美国这边大约有20架的军机，甚至包括了最先进的 F-35A 啊，这个隐形战机，那是靠着2家企业的卫星服务，而且呢，伊朗才花了新台币，就折合新台币大约是11.25亿左右。其中有一颗卫星呢，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地球之眼1号，它的缩写是 T1101B 这个卫星。这个卫星呢是在2024年年底从中国大陆发射升空之后，就转交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太部队来接手运作啊，是租用的方式。那这颗卫星呢是具备在轨高解析度的卫星，可以支援农业、海洋监测还有灾害防治相关的应用。这个卫星呢是由北京木美星空科技公司，那这家公司是在2021年成立的哈。这个公司发射跟制造这颗卫星啊，使得伊朗呢在完全没有地面设施的情况之下，能够顺利的接收卫星的高解析影像。所以我的问题啊，请教邱老师是：伊朗革命卫队透过管理的这颗卫星啊，这次也看到确实发挥了效果，锁定美军的很多设施，精准打击。但是会不会被扣上一个说？这个中国大陆军援伊朗的这个帽子，然后呢，使得美方进一步的对中方去施压，您觉得？这其实这个帽子很难扣。第一个就是对中国大陆来说，其实他们这几年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而且是技术在前沿的一些对地侦测的卫星，那不仅仅只是光学，它包含毫米波，然后还有包含合成孔径的部分。但这些卫星其实中国大陆的定义都是就是农业用啊，就是帮忙种菜啊，非军用，对，或者是海洋监测啊、勘察用，这是典型的说法。那当然你只要有钱，那你可以跟他们签订合约，那你可以取得影像。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场战争里面，影像其实只是第一部分，因为人造卫星的图像可能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不太一样。人造卫星的图像照下来，大概就是我们桌子这么大，一幅就是桌子这么大。那你要靠人眼去辨识这么大的一张照片上面的一个目标，没错，你是高解析度，但是那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其实真正的关键就在于，除了伊朗可以获得这些人造卫星的影像以外，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有一部分军事观察家在观察，就是这场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大概是我们看到第一场人工智慧双方不同技术的一个比较。那比如说在一开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比如五角大厦使用了，比如说OpenAI 或者是 Palantir 的。美国的一些国防新创产业所提供的人工智慧的服务，很精准的锁定伊朗所在的目标。那这个是一种应用。那对我们来，当然没有证据，但是我们合理的怀疑，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人造卫星的影像其实必须要透过另外的软体，比如透过人工智慧跟电脑视觉在处理，才有办法
把一张桌子这么大的画面，很精准的去辨识出里面每一个可能都只有我们指甲不到的大小的目标。未来透过 AI 可能会更方便。对，那你只能透过 AI 来做。以前为什么也有影像，但是以前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一点？是以前还没有这个技术。是，但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我们可以透过这场战争，其实也可以观察到中国大陆目前在人工智慧跟电脑视觉的部分，其实是走在全世界最前面。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有用这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开战第1个礼拜，伊朗的所有的雷达系统大概已经被炸得差不多。就我们保守的估计，伊朗的侦测能力只剩下25%。理论上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发现美国跟以色列的军机以及海湾国家这些美军的目标。对，但是我们从现实来看，伊朗的确知道，而且的确很精准，而且它连在哪一栋建筑物的哪一个位置，它都可以很精准的判断。那这个已经不是当时以色列所具备的技术跟能力，因为它已经没有雷达了。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伊朗对抗美国的这个方式来看哈，其实伊朗也变聪明了哈。对，包括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他从228这个被攻击以来呢，就没多久宣布这个封锁荷姆斯海峡，但是现在最新的就是说又要开放，可是在说要开放是说呢，伊朗在周末前啊，他们宣布在停火期限，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日期4月22号以前完全开放荷姆斯海峡。可是最新又有一个态度啊出现转变啊，就是这个国会议长呢卡利巴夫他们宣称呢，他说除非美国解除对伊朗港湾的封锁，否则呢这个海峡还是持续关闭啊，说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啊。那当然还酸美国总统川普呢，他说美国总统川普1小时内说了7项错误消息。好，不过当这个荷姆斯海峡完全开放的消息传出之后，哈，也看到国际油价确实是应声大跌了超过10%，跌破每桶90美元的大关。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位呢，也在盘中17号这一天盘中急跌了11.5%啊，降到了每桶83.85美元。布兰特也是哈，报价是每桶88.9美元，陡降了10.6%。而在伊朗宣布开放的前一天呢，根据大陆新华社的报道，也看到说，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啊和伊朗外长阿拉奇两人通了电话。王毅特别强调，国际通行海峡的航行自由跟安全都应该受到保障。而阿拉奇则表示呢，希望中方为促和止战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有一个媒体是 Iran International， 他们报道说，伊朗透过控制荷姆斯海峡，向每艘油轮要收取大约200万美元的过路费。到目前为止呢，根据他们的了解是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款项，所以现在变数还是非常的诡谲啊。那对照这个，现在川普他是用封锁来控制你的封锁，就是用我的封锁来反你的封锁。好，变数很多，荷姆斯海峡会不会一直是处在一个虽然开而不通的状态啊？现在应该说，美国是用封锁来对抗伊朗的管制。因为伊朗它这一次就像刚才何荣说的，是很聪明的走在自由航行的边界之内。那你也看到呢，中国大陆也说了，沿岸国家拥有一定的自由。那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边界之内呢，是在靠近它的这一端，它做了管制，确定了航线，并且呢做一些检查跟许可，所以它就在程序上面啊，就是行政程序上面跟航线管制上面呢做了一定的管控。那么这个呢，你不能说它开，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开。好，所以它是法律上开放，实质上用管制的方式呢，降低它的自由的那个部分啊，自由航行，对，指定航道，然后用检查和审查的方式呢来处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对于美国来讲，你刚刚特别讲的那个油价上上下下大动，其实油价它最重要动的，因为它都是以期货带现货，最重要的动的就是对风险的认知。当风险的认知一改变的时候，这个定价机制就进来了，那个 price premium 嘛，就是风险溢价，就会影响它的价格。所以你现在看到一天可以增加那么多，一天可以少那么多，你就知道这跟供需没有绝对的关系，而是大家认为这个战事会拉多长。会在什么情况之下解决？它的风险到底是多少？那风险里面包含了产油国的、买油国的，包含了产储运的，就是运油国的，还包含了
其中所有的保险，这些都会增加各种各样的风险溢价，最终呢还有交易方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荷姆斯如果是开开关关、打打停停的状况，其实我们就会必须要进入一个新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呢，是油价在一个比较宽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它会上上下下跑，跟着新闻来走。不论是说美国的新闻，或者是战争的新闻，它会跟着新闻走。只要它是跟着新闻走，它刚才我就讲了，它的传导就是非常快的，因为金融的传导是以秒计的。它不是我们现在说，哎呦，那到了春天没有办法耕种，然后农业会受到影响，那个是以年以季来计。可是金融的传导每天都是以秒计。每一件事件都是以秒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其实看起来稳定，其实是高度变动的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对，所以其实最近你会发现，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一般的投资大众啊，这个心情都是七上八下，随时盯着新闻看，因为这个一日数变啊。那当然，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呢，他也针对这个经济局势啊，还有相关包括像中东的局势呢，他在白宫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他特别提到，他说伊朗啊有90%的石油都是出口到中国大陆，约占中国大陆能源需求的8%啊，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美国相信中国会暂停向伊朗买石油。他还说呢，财政部已经写信给2家中国大陆的银行，警告说，如果发现有处理伊朗金流的话，美方将会祭出次级制裁。美国石油学会啊，也是美国唯一的石油行业协会，他们就警告说，如果允许伊朗在关键国际水道收费，那么将会为其他国家就是开了一个大门大家都纷纷的来仿效比照办理，进一步呢会伤害到常年建立的自由航行原则。所以现在面对的不只是能源问题，是整个全球经贸体系的潜在的转折点。好，所以拉回到美国说呢，希望断绝中方跟伊朗做生意，也不希望伊朗现在在荷姆斯海峡这边来收费哈。但是怎么样能够照着美方的意思去看到他们想要发生的样子呢？原来川普的他的想法是要组织其他国家的这个邮轮付这个过路费，但是这是他第一个宣布的。对，那后来改成封锁这个伊朗的港口，不让伊朗的军舰出来。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原来的想法是蛮聪明。你觉得他越来越聪明？我说原来的想法，对，原来的。如果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邮轮，你付这个过路费，那我们美国海军不让你过去了。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有智慧的。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放弃这个构想。或许其他的国家说，我们不希望你们美国海军来拦下我们的邮轮检查我们有没有付过路费。那川普就说好了，那放弃这个计划，那我们就改成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其实我觉得川普通常要在美国夏天停战，这个我在节目有说过。对，一定要设定一个时间点了。对，所以对他来说算是还来得及，他可以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然后跟伊朗已经算是进入一个扑克牌的竞赛，那看谁会先让步了。那目前川普不愿意让步，那不管是不让其他国家付过路费，或封锁伊朗的港口，或者写信给中国说，如果你们银行跟伊朗做相关交易的话，我们会制裁、再加制裁等等。那美国还是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看哪一个手段会成功看看在这段期间之内，伊朗会不会让步？所以你觉得伊朗不会让步，川普也不会让步？我两个僵持不下。我站在美国的立场，我当然希望伊朗会让步，因为说实在川普不会让步。说认真一点，如果我还是认为，如果在这几天之内，伊朗不让步的话，很有可能美国会再次打仗轰炸伊朗。这个是我们都不排除就对了。我觉得可能性很大。就是川普就算不让步，但起码他要转弯他有可能会转弯，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说法可以照着他所想讲的讲。那
但是在亚洲地区已经有20多位的这个高阶主管交易员还有分析师都认为说亚洲曾经被认为是 LNG， 因为这次的这个液化天然气也被影响很大，所以呢，亚洲对于液化天然气的信心正在逐渐减弱那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呢，就把油价上涨所带来的潜在意外收入转投资到国内天然气田，降低对这个液化天然气进口的依赖。印尼政府呢也正在探索把更多天然气产量留给国内，做这样的方式呢，可能会缩减之前增加进口的计划。所以假设就算海峡就是亨布斯海峡最后解除封锁，油价也回稳可是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战后的中东安全还有包括地缘整个政治的形态是回不去了。对，我们应该这样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近这些年，就发电的比重液化天然气会越来越高？其实是因为更早之前，我们一直有一个国际上主要的讨论，就是为了环境保护，为了因为液化天然气对碳排放造成的冲击就没有煤炭或者是没有烧油那么高，所以鼓励大家。那时候曾经液化天然气还被我们称赞为是一种干净的能源，但是液化天然气因为它天生储存跟运输都是困难的，所以一般国家当然不太可能。你战备的纯油很容易，但是你液化天然气你要拉到像纯油这么高的库存，一般国家大概承受不了。那这是你过度使用，你的发电比例里面液化天然气占比过高，这天然的脆弱点是这样子。那我们要看说，那万一这场战争如果结束之后会怎么办？第一个，我想在这一波大家惊吓过以后，液化天然气未来占全世界各国的发电比例一定会下降。那可能原本已经规划的或者是原本计划的这些发电机组量可能会被会开始往下修。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这次的战争之后，其实有一些液化天然气生产主要的国家，像卡达，那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其实是很脆弱的，当它在承受战火的承受能力，可能跟其他的石油生产设备又不一样。那这也导致说，即便是战局稳定下来，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量可能会比石油出口量要拉得更长，才能够补得上来。那整个中东的架构，我们只能说，川普在一个不应该开打的时间去打了这场仗。那他打这场仗，理论上来说就推翻了很多我们过去传统地缘政治或者一些地缘战略的报告做的评估。比如说，当中东发生战争的时候，理论上来说，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报告都是中国受伤会最严重，但这场战争其实发现，这些评估基本上都是倒着来的。对，那也会带动新一波，就未来中东的地缘政治会怎么样改变，我们不知道。但美国还能不能像这次战争之前在海湾国家有得到绝对的话语权，我想可能都不知道。但唯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伊朗被美国这一打，就变成中东的强权，这大概是免不了的。就简单也做个结论，就是战前的这个态势现在绝对是回不去了我刚刚也特别听到倩姐的分析就是全球因着这个美伊的战争呢，不管在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供应方面呢，未来也就要习惯了一个新常态的来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川普最近为了美伊战争也杠上了教宗怎么回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针对教宗最近他一连串对于美伊战事呢，他有他的一些看法跟反战的态度。那么针对教宗良十4世那透过外界的这个引述呢，是说他用了圣经的教义批评美伊战争，他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发起甚至还用暴君来形容
这个川普。那川普呢就在社群媒体发动了连番炮轰，他指责教宗对于犯罪软弱，向激进左翼靠拢，甚至宣称呢教宗能够当选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应该全归功于他，怎么不想想这个当初是谁帮他坐上教宗的位置啊？这句话真的，一讲出来的时候，全球哗然。好，那先前呢，大家还记得吗？前几天他发了一张这个图，结果立刻又撤掉了哈，就是大家就是解读哈，因为如果是有信仰的人都知道，那个就是救世主哈，在按手治病。好，那么发的这张图呢，引发轩然大波，到现在为止还是余波荡漾。另外呢，不只是川普包括看范斯也加入战局也是跟着骂教宗，相关的言论呢持续发酵。可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就特别指出说川普最近的行为是越来越脱序而且他这么做呢，正在把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核心支持者容忍度推到了极限。《华尔街日报》也警告，过去从来没有领袖像川普这样敢公开对教宗开火。好，当然教宗呢，这个梁14世现在呢，当然这个教宗不像以前的教宗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单打独斗，而是步步为营。争取全球教会的支持，透过他超高的民调支持度跟严密的教会系统，对川普发动反击。现在信仰跟选票发生了冲突，川普原本他的这个稳固的天主教票仓也传出有裂痕这个《纽约时报》呢也透露，在白宫内部有一些川普的顾问私下也承认说，川普对教宗的攻击并不聪明，这不是智慧的做法。好，那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Ross， 这个川普这次捅到了马蜂窝了，是吗？拜托你为什么问我？我是犹太人，这个是跟你们天主基督教徒有关。你为什么问一个犹太人？天主教、基督教其实呢都是信奉唯一真神的嘛。但是这个耶稣的事情跟我们犹太人叫做无关。对，我看报道上面是说，其实为什么这个图其实也不是川普自己做的，而是他的一个亲近他的这个友人但是其实因为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其实我不是完全正确。为什么？因为过去美国总统跟教宗其实对很多事情有不同意见，不是川普这次回来执政第一次而已。过去我说从冷战到现在很多次，尤其是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时候，那教宗常常会批评，或过去美国都会移民，不是川普。美国对移民才会有加强控制。过去因为这个议题，前任教宗也有批评过美国总统，所以真的不是第一次他们站在不同的。你的意思是说，美国总统跟教宗之间有些意见不同，彼此会互相？以前是有的，我觉得并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会像川普这样子开玩笑开过火？川普对。每一个人或每个政敌他都会这样，又不是第一次。虽然很多人会认为，你怎么会对教宗这样？但是川普用这种方式直接骂、批评，用什么图案等等，攻击他的政敌，这是他的常态。你觉得他发那个图适当吗？当然不适当，所以他就立刻撤回了。但是这个是他发了，他撤下来，但他现在。还是继续针对教宗反战这个事情在骂，所以他会小心一点而已，尤其是在小心一点而已，尤其是在用贴上图案这方面会小心，但是文字或口头讲什么，应该他的 style 并不会改变。而且你看我刚提到，就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这一方面虽然有一些基督或天主团体领袖，非常不满，公开批评川普，但是这一派这个选民去不会放弃川普，根本不会，即便是福音派的选民都不会。当然不会啊，不会。这个玩笑开这么大了，他们还是会支持川普，要不然会投给民主党啊。OK， 不可能，对他们来说，民主党真的是太进步、太 progressive， 他们不会支持民主党，他们根本不会支持一个开耶稣玩笑的。而且他们知道，川普还要执政差不多2年多，对不对？还有很多事情，我说在内政方面，他们希望川普政府可以继续实行，就是他们同意支持一些保守政策，不管是哪一方面，不管是堕胎方面或 DEI、LGBT
很多不同方面，这派还是希望川普继续实行保守的政策。所以对他们来说，我们公开跟川普吵架，完全不利我们的政治的目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算是含着泪，也要继续挺到底就对了哈。没有别的事。但是对于选民来说，这个宗教的事情也许可以不是这么的，就是可以影响到说他们支持川普、支持共和党。可是呢，经济问题呢，现在通膨的问题啊，在美国也被凸显出来哈。因为美伊战争当然对于全球甚至包括美国的通膨都引发了这个担忧。有分析就指出呢，说这一波通膨不同于以往哈，因为过去呢是央行印钞过量，然后降息、货币宽松、推高物价。被称为是软通膨啊，但这次战争带来是硬通膨，就是供给减少，所以呢，央行再怎么样操作货币政策也造不出一桶石油，那物价也不会立刻就降下来哈，因为就算是荷姆斯海峡明天就通过的话啊，就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也不可能立刻就把油价降到原先这个低的水准。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美国4月份的 CPI 啊。它是3.3%，显示通膨的疑虑真的还存在。好，那么美国呢，现在要面对的全球关税也是一大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对此也表示啊，说先前川普被最高法院不是裁定违宪呢，取消这个多项关税哈，最快在7月就渴望恢复原先的关税税率。他特别提到说，不用怕，因为呢，我们只要祭出301条款，叫继续就可以让7月份呢回归到原先的关税的水准哈，所以倩姐怎么看哈？这个贝森特的说法，他说只要是301，反正就是无往不利。贝森特最近的角色越来越鹰派啊，除了讲这个只要用了301，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跟其他的国家。那这中间还有我们以前就已经讨论了，它其实有4个不同的法律的角色跟工具可以使用。那同时呢，它也直接的宣布了。对于跟伊朗买油的国家，或者是有伊朗的资产存在银行的国家呢，他们要用2级制裁。刚刚讲的那个也是贝森特出来讲的。所以他现在就是越来越的鹰派的，在把美国在美元的霸权上面往外扩张，并且把美国的法律呢做常备管辖式的扩张。那这些当然是对于其他跟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来讲，风险就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说，如果美国不希望去遵守 WTO， 我们可以其他人继续遵守，这个叫 WTO 减1。现在呢，美国人也说，你们其他的国家有阴谋啊，你们在做一个 WTO 减1的世界，你们要把我们美国排除，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让你把我排除。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在美国越来越没有自信的情况之下，他对于世界局势的改变呢，会尽量的运用他仍旧有的领先优势。仍旧有的压力，去让事件呢留在原来的秩序里面。所以你刚刚讲的那部分呢，我觉得你如果看数字的话，美国去年的 GDP 是30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可是那个30兆里面，你会看到的，它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在股票上是叫 K 型啊，但是在世界上呢，在国家里面就是2级。譬如说油价，卖油的、做石油期货交易的那些人赚得盆满钵满。是你要去买油的、加油的小老百姓受到通货膨胀的痛苦。对，所以像这种因为战争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对于发战争财的人来说，根本不足为奇，也不足为训。是那些还是每天要食衣住行，还有依靠你正常的生活方式的那些小老百姓呢，才会受到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战争不但是说世界会进入一个新常态，我认为美国的这一种阶级呢，会进入更分裂的状态。有钱的人即使在战争中间还可以发他的战争财，甚至你只要是一个中产阶级，你不一定是一个大企业家，你只要有点余钱的人，就可以把它放在华尔街，放在股票市场，在金融世界中间，仍旧跟着这个战争的进度去保有你自己的财产，对，属于保护性的。是那种真正没钱的人，他们会很快的就会落入了一个没有安全网，然后极度的通货膨胀的可怕深渊。对，而且刚刚倩姐特别提到，拉到一个制高点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美国的优势啊，确实逐渐在消失，包括军事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因为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通膨，他们要极度要
要来预防，要小心以外哈，军事方面哈，美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最近他们确认呢，说在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内例行维护的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号，突然传出了有火灾的事情。另外呢，福特号现在已经连续部署要将近300天了，这个记录已经打破了从越战以来美军航母单次部署时间最长的记录。但现在呢，这个航母还是持续在就是出勤当中。路透也报道说，美国已经告知部分的欧洲国家，说部分原来已经签约要交付给这些国家的武器时程恐怕要因此延后，主要是因为中东战事的关系哈。那当然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了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部分的武器呢是透过外国军事销售这个计划呢，是由欧洲国家来购买，但是呢，整个武器都还没有交付。海事战略中心也指出，美国海事工业基础正在持续的萎缩，产能跟效率都没有办法支撑未来数十年的这个战略需求啊。讲到了这个武器装备啊，讲到了武器供应生产，那最近台湾军购的总预算也是被讨论的沸沸扬扬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美国强力向台湾输入军购的同时哈，美军真正的状态，刚才以上我们都已经听到了很多的状况发生了。邱老师觉得，实际上呢，会不会我们只看到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刚刚讲就是美国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去打了这场仗。对，那其中不管是战争的结果如何，但是这个战争的超过的时间，因为原本预估可能从4天到4个礼拜，那拉长了，其实带来的是巨大的军费的投入，以及远远超过他们原先预期。比如说，战斧飞弹的库存几乎已经快打光。然后逆中型的长程的，就是类似像滑翔炸弹这样子的那个消耗量，已经打到必须要从亚洲跟欧洲地区把库存调到中东。就美国自己的库存本身都已经不够，那这场战争其实对美国本身的弹药的，就是不够的，它要自己生产嘛，你就不要再讲说还可以卖人家，他自己光补战斧飞弹按照目前，如果美国都不再消耗的话，光补回战争之前数量要5年，自己用都不够。对，就光战斧飞弹就要5年。那这个还只是战争经费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战争之前，川普非常开心的宣布了他的黄金舰队，就是川普级的宇宙战舰。对。那这些研发投资，包含川普的金盾，都需要投入非常多的经费，但是这场战争大概把它的研发经费也打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困境，当然海军战略中心从它造舰的角度来说，它当然会讲是工业的能力，但这个目前我们可以看，因为这场战争引发的问题还远远不仅仅只是工业或者是生产的部分而已，它可能把未来可能5年、10年美军要研发获得的这些武器全部都向后推，那这个就是钱不够用残忍的现实。这个听起来很像是在形容一个虚胖的人，就是看起来很壮，但是呢，对，好像外强中干。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继续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最近又动到了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脑筋啊。那他再度对于鲍尔施压啊，也强调说，如果鲍尔他的任期啊，就是到今年5月中旬结束之后，如果鲍尔还没有离任的话，他就会考虑直接开除他。那川普呢是向福斯新闻网啊，就是财经台做了以上的表示啊，他说他其实早就想这么做了。而根据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报告显示呢，在伊朗战争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啊，推升能源成本的同时，美国经济活动确实出现恶化，物价整体来说呢维持温和上涨，但是联准会辖下12个地区的能源与燃料价格都大幅上扬，价格压力呢逐渐扩散到能源以外的领域。
联准会也直言，中东冲突被视为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导致了聘雇、定价跟资本投资的决策都呈现复杂化。很多的业者呢，现在大部分采取的是观望态度。联准会的报告单等于就是把美国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川普啊，这令人不意外啊，因为现在川普很多的决策，特别是在这次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影响很大。那接下来。川普似乎是想透过联准会的操控，然后刚才我特别也听到倩姐的分析啊，透过降息啊，透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财经的政策哈，似乎想要扳回一城，但是有这么容易吗？其实你们可以看看说，鲍尔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底气，不断的接受压力，他还是不动，岿然不动。因为鲍尔非常清楚知道，美国的这个美元体系完全是一个信任体系，它没有一个实体的锚定物，已经非常多年了。那因为大家都似乎还接受美国是一个不会倒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个信任体系的一些不正常的作为呢，也做了某一种程度的容忍。现在如果他们开始受到政治的影响跟政治的指挥，那么鲍尔所要捍卫的这个美元体系是拦不住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相信鲍尔比谁都更清楚知道，就算是川普去威胁他说我要起诉你啊，我要去把你让你灰头土脸的下台，用各种的方式去威胁他的时候，他没有听美国政府的指挥，因为这个体系只是信任。就是一个信任，你只要把这个信任戳破了，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个荷兰那个小男生在那个海堤旁边，用他的手指头去堵住那个洞，因为那个洞呢，他的手指头不在那里的话，水一进来，整个堤就会溃堤。做联准会的人比谁都知道，美国已经动用了他所有可以动用的工具，包含了去向其他的国家发送流动性去支撑他们，使得他们能够返回来支撑美元。在这整段中间呢，做了这么多的动作，所以每天跟我们讲的什么经济上面的这些东西呢，都只是前面的幌子。幌子就是招牌嘛啊，就是前面一个合理的叙事，告诉你说我可能有通膨，我可能有就业率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是一个大的流动性，这个东西他们已经在尽量的去追了。刚才我讲说，美国的 GDP 是30兆，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国家。可是你看看这 GDP 的它的真实的成分的话，你也会吓一跳，包含了它的非常高的医药成本，都是在 GDP 里面。它的医药成本越高，人民需要去花的那个健康所要支出的越多。就是他们越不健康的情况之下，美国的 GDP 是膨胀的，所以美国的 GDP 要拆开来看，因为它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鲍尔他们呢更清楚的知道，他们如果不捍卫美元的信任，那美国的美元体系就一定崩解，还不需要靠别的国家去做什么替代体系啊，或者是电子支付啊，或者是本币支付都不需要，美元本身的信任是在最危险的状态。我听倩姐这样分析哈，我刚刚就想到，那接下来渴望就是有望接任的 Walsh， 那如果他上任之后，不是美国就更不乐观了？他上任之后呢，要看这个战争在什么状态，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勉强可以 hold 得住的。那等到他上任的时候，能不能 hold 住，就是要看时机了。OK， 好，现在大家都在看后续会如何发展，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快速哈，但是。目前这个僵持的美伊局势会不会在短期有一个突破？如果没有突破的话，会不会影响到5月14号跟15号这个川习会呢？现在这个变数怎么看呢？美国贸易代表 Greer 他就表示说，目前这个预期川习会仍然会顺利举行，也预期呢这个川习会将会延长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他特别指出呢，美国一方面希望继续从中方取得稀土跟关键矿物，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确保中方向美方采购产品，包括农产品啦、飞机啊、医疗设备等等。同时呢，美方也准备向中方进口特定的产品。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最近看到他接连安排了很多场重要的外事活动，从包括外长王毅访问北韩，然后呢，习近平接见了越共总书记苏林。那到5月中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预计要访问中国大陆的相关规划。目前至少已经接连举行了5场的这个高层会晤外交活动的频率达到2024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所以对比美中之间的外交议程Ross 怎么看这个川普这一次？接下来我先问一下，你觉得5月14号、15号还是会如期举行？像 Greer 讲，
不会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影响。我过去一直说，一直到川普上飞机前，我不知道会不会支持。前一天都可能有变数哈。一定是啦，对，不管是中东局势，或者你刚刚提到这个联准会主席的交接的问题，那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川普到底会不会上飞机飞过去了。但是最关键应该是双方能不能达成，就是有关在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能不能宣布中方是答应大量购买。那中美双方各自希望在这一次第一次的川习会，希望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成果呢？对川普来说，对美国来说非常明显是希望中方宣布我们要购买多少农产品或Boeing 的客机。这个对川普来说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连这个贸易代表他用顺利等等的很正面的言辞来形容。但是最近美国财政部长也有公开说，中国是不可靠伙伴，对不对？他说 unreliable partner。所以这些人的川普的幕僚说法有一点点不同调。但是很明显，川普是希望他在北京的时候可以宣布中国同意购买多少美国农产品或Boeing科技。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事先没有这个共识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去？可是就要看美方能拿出什么样的交换呢？交换了，对啊，为什么要交换？那不是大家都在谈吗？如果对川普来说，这个不是一个交换了，你没有答应购买农产品大量给我在在中国的时候这个红利的话，那我干嘛去？那川普应该是这个想法。其实很多事情，川普也不想，就是对中方来说，我们不想谈，川普也不想谈。比如说，过去美国总统跟国家主席见面的时候，那美国总统都会提到香港、西藏、维吾尔族、人权、宗教自由这些议题。那我们都知道，川普对这些议题兴趣也不大。所以这次只要是川普到北京访问，能够拿回农产品跟波音的大单 ，Show me the money 就对了，交代了，对不对？好，那川习会之后哈，因为现在在看的是另外一场大会啊，就是川普是习近平跟普丁的习普会啊，因为一个是5月14、15，那目前呢，现在传出是大概在18号左右哈，就是会进行习普会。因为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呢，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就表示说，普丁将会在今年上半年访中。那特别强调呢，俄罗斯也随时准备协助受到中东危机影响的中国大陆还有其他国家来提供能源供应。他特别说，俄中双方呢拥有一切必要的手段，可以避免依赖美国透过中东冲突来扰乱全球能源市场的行为。目前呢，这个普丁访中的时间大概是落在5月18号这一天呢。那紧接着，当然就是看到他是在川普之后。其实隔得非常的近啊，那特别提到能源部分啊，因为拉夫罗夫也特别强调说，现在中东的石油受阻哈，这个俄方可以尽力哈。这个普丁后面的盘算您怎么看，邱老师？这个日期5月18号，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阅兵，所以这本来普丁就不会出门。那在完成这么重大的国家庆典之后，第一站就是先到北京，我想这。代表两国之间真正关切而且认知的问题其实很一致，那不外乎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的形势以及能源的需求。那我想以普丁跟习近平的情况，应该不会太大的问题。那习近平也会跟普丁报告他跟川普谈的一些外面不知道的情况。不能排除川普会说，那我多留几天，对，想放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回马枪之类的。川普很喜欢这招。